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不可以，刚出生的婴儿怎么能不吃母乳，而去吃什么奶粉？婆婆用力地阻止我给孩子调配奶粉，剖腹产留下的伤口再次抽痛，我疼得几乎站不住脚，声音微弱地试图解释：妈，我的奶水不足，只能给孩子喂奶粉。我不同意，那些奶粉全是人工合成的，都含有害物质，本来生的就是个没用的丫头，再吃傻了，岂不是更没价值了？婆婆的双手如同铁钳，捏得我手腕好像快断了似的。孩子的哭声已经响彻整个房间，我怎么能忍心让她继续挨饿？我挣扎着用身体挡住婆婆，急忙伸手去拿热水瓶冲泡奶粉，没想到婆婆猛地推了我一把，我本就虚弱的身体无法站稳，一下子摔倒在地，热水壶随之倾倒，滚烫的开水直接浇在了我的手上，我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叫声。不就是稍微烫伤了一下吗？用得着这么大声叫唤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死人了呢，我还没死呢。婆婆一脸不悦地扔了一管牙膏给我，我咬紧牙关，在剧痛中涂抹着牙膏，双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牙膏。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：妈，孩子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，他还那么小，要是饿坏了怎么办？婆婆不以为意地说：都怪我们家倒霉娶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媳妇，连奶水都没有，也不知道天要看上了你什么。我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孩子的哭声渐渐微弱，我心跳加速，警钟大作。妈，我的声音充满了焦急，安安再不吃东西真的会出事的。我心如刀绞，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水壶都倒了？地上全是水。公公听到声音赶了过来：爸，安安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，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？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求救。公公沉思片刻，有些犹豫地说：胡娟，孩子一直这样不吃东西也不行啊。婆婆见公公也支持我，自以为败局已定，竟然突然拿起旁边的水果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冰冷的刀刃闪烁着寒光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和公公同时惊呼。胡娟，你不要冲动啊！公公急忙劝道：你们要是非得给孩子吃奶粉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婆婆歇斯底里的大喊。我见事态正在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，情急之下按了旁边的呼救铃。护士很快来了，他们第一时间检查了安安的情况，最后神情凝重：孩子的情况很危险，送急救室，送急救室。我听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看到安安躺旁边的小床上，我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浊气。我给女儿起名为安，就是希望她一生平安顺遂，岂料造化弄人，让她一出生便如此坎坷。扮演着的门外隐隐约约传来医生的声音：一般情况下确实是需要母乳喂养，现在情况特殊，也可以奶粉喂养。做长辈的不要盲目听信网上说的，咱得做孩子坚强的后盾，不能阻碍孩子，哪能用自杀吓唬人呢？儿媳妇这可才生完没几天，身体正虚着呢，人家给咱生了个漂亮孙女，咱得好好照顾人家，您说是不是？公公连声说着是，婆婆由不服气的小声嘟囔：这我哪知道啊，还不知道你们医生说的对不对呢？你们这些大医院的就知道吓唬人。妈，人家医生还能说错的不成？医者仁心，都是为着咱们好的，您说是不是？这是我老公崔天耀的声音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您这儿子明事理啊！”婆婆一听医生夸了她儿子，也连声称是。崔天耀推开门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喂个奶，弄出这么多事，真嫌不够丢人的呀！”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倒还发起脾气来了。你这么长时间上哪去了？还知道有我这么个老婆和你闺女呀？不知道的以为你死了呢。我正窝着一肚子火，不知道朝谁发呢。婆婆又要发作，却被崔天耀轻轻地拦了下来。他柔声道：“我这不是工作忙吗？不赚钱怎么养你和安安呀？”崔天耀轻柔的声音像一泓泉水流进我干裂的心田，我被安抚了。崔天耀很像传统意义上的寒门贵子，他出身贫苦，自小奋力读书，和我考上了同一所大学。我和他从学校走向婚姻殿堂的典范，人人谈起，我们都要夸一句佳偶天成。除了我的父母，我父母携手并肩，白手起家，从一无所有到上市公司，也算得上是一段传奇了。我不理解，为什么明明自己也是出身平凡，却要看不起同样贫苦出身的崔天耀。最终，我和家里人断绝了关系，辞掉了自己的工作，嫁到了崔家。婆婆思想顽固落后，公公行事小气吝啬，但是我都不在乎，因为我爱崔天耀，也就能爱屋及乌。有了医院那事，我当天便办理出院回家坐月子。晚上我逗弄着安安：“天耀，你过来看看宝宝，他好可爱。”他头也不抬一下，只是低着头看手机，嘴上说着在忙，等会儿再说。我心下觉得奇怪，可是也没说什么。半夜宝宝哭了，可能是饿了。我迷迷糊糊地伸出手，在床边桌子上一通乱摸。奇怪，奶瓶呢？突然间，我想起来了，婆婆把它放到客厅茶几上了。天耀，你去客厅拿一下奶瓶。彼时，我正忙着哄宝宝。过了半天，也不见崔天耀起来。我疑惑地朝他那边看去，看起来像是睡着了。如果忽略倒扣着的手机屏幕发出的微弱光芒的话，一个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。我一时气结，但碍于哭闹着的宝宝，还是起身出去拿奶瓶了，心中却隐隐觉得不对劲，埋下了疑虑的种子。女人衣服不能放在男人衣服上面，会压了男人的运气。婆婆急急忙忙地过来，将我叠好的衣服打乱。妈，那都是迷信，都是假的，信不得。我无奈地解释道。婆婆根本听不进我的话，自顾自地把我的衣服放到老公的衣服下面。我拗不过她，也就由她去了。哎，你怎么用这种纸尿裤啊？这是有毒的，怎么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你不听啊？见我买了纸尿裤，婆婆赶紧过来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得用这种开裆裤和尿布。婆婆拿出几块老旧的布块来，妈，这都是安全的，经过了检查的。婆婆不管我的话，给安安换上了尿布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我看过一个新闻，有个小孩就是因为用了这种东西才感染了，然后死了。”我无力地又解释道：“妈，那都是营销号骗人的。再说了，这种尿布又不好洗，等天耀回来再洗吧。”我随口说道。不料婆婆听了这句话，像只战斗的公鸡一样急了眼。男人不能洗衣服、做家务活的，会没了运气的。好，我去洗总行了吧，我实在是没了辙。婆婆听了这话，才消了气焰，又接着絮叨着：“你记好了呀，不能用洗衣粉、洗衣液去洗东西的，那些东西都是有毒的，洗出来的衣服也带着毒，一定要用肥皂洗啊。”我随口答应道：“知道了，一定得用肥皂手洗。”婆婆提高了音量，又重复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我也配合地提高了音量回复道：“高压锅做出来的饭很容易上火的，我看人家网上就是这么说的话，再严重点还会中毒呢。
咱可不能吃这种东西。我做饭的时候，婆婆又跑过来嘱咐道，实在是无语了。我一边把婆婆推着往外走，一边点头答应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婆婆不大喜欢安安，她说我的女儿是赔钱货，从来没有给安安冲过奶。我只得顶着腰痛，半夜一次又一次爬起来，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睡眠，天天抱孩子，以至于后来胳膊疼的抬都抬不起来。我生安安的时候伤了身子，医生说我以后再难有身孕。婆婆常常以此为借口，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，我有口难言，一遍遍地告诉她男女平等的道理，可她总是听不下去。婆婆确实是愚昧无知，古板迂腐了些，毕竟她没有读过书，这是时代的悲剧，并不是她的错。我如是对自己说道，忍耐了她一天又一天。安安在我的呵护下一点点长大着，可是百密一疏，小宁啊，安安都3岁了，也该回老家看看了，总不能忘了自己根和本。公公语重心长地说道。我听了觉得有些道理，媳妇，我觉得咱爸说的对，而且老家空气也好，正好带安安出去玩玩，四处转转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老公揽住了我的肩，笑嘻嘻地说，那行，我也跟着去吧，我就去过一次，这次去了也正好带着我们安安逛逛。公公却说，不用，你妈这几天血压又高了，你就在家照顾她吧。我不大愿意，正欲开口再说些什么，公公又抢在我前面说道，怎么了？你不信我老头子能带好安安是不是？我虽然老了，但还没到不顶用的地步，你要是实在嫌我没用，那我就干脆买张票回老家算了，也不在这里受你的气。公公把话都说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同意。我点点头，给公公买好了车票，公公这才笑了起来。临上车时，我又不放心地嘱咐道，爸，安安这么小，还没桌子高呢，不用买票的，这一路你多照顾点。哎，公公连声答应道。过了2天，我实在不放心，打电话问道，爸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明天就回去了。哈哈，你这丫头还不放心你爸呢。村里人都夸安安这小妮儿聪明伶俐又漂亮呢。哈哈，听着公公爽朗高兴的笑声，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。是啊，我也笑了。安安乖巧可爱又机灵，很讨人喜欢的。你们明天几点的车呀？晚上9点就到了。我有些惊讶，啊，怎么那么晚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趟车最便宜，能便宜20块钱呢。俗话说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啊。小宁，你记住，过日子要会算计，花钱不能大手大脚，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公公又说起了他那老一套，我顺着他的话赞同道，是，您说的对，我们家多亏了有您，这日子才能过得这么好。安安他们明天就回来了，可我这心里却不知为何一直静不下来，总是有一种很乱的感觉。老公说我这是瞎操心，老爷子明天就回来了，能出什么事？婆婆说我这是没事干闲的，要是一忙起来，准把什么糟心事都忘了，更别说什么心慌心乱的了。我也一直默默地对自己说，安安马上就回来了，能出什么事呢？往日里飞速流淌的时间，在今晚仿佛按下了暂停键。我不停地看表，时间是公平的使者，它没有因为我的焦急而加快半分。终于，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很艰难地入睡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终于等到了晚上8点，我再也等不下去了，急急忙忙地前往车站迎接女儿。在出站口，我盛满欢喜的眼睛里却只看到了公公的身影。爸，安安呢？安安在哪里？我急得声音都颤抖了。那一瞬间，
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无数种结果。别急，在这儿呢。公公从身后提出来一个行李箱。这是什么？我实在不知道行李箱和我女儿有什么关系。下一秒，公公的话让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。我把安安放这里了。什么？我急急地打开行李箱，公公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，这孩子也是听话，一路上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，没让人家发现，挺好，哈哈哈哈。打开箱子，我发现安安一动不动，紧闭双眼。我慌了神，安安，安安，你别吓妈妈呀！安安，安安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急忙掏出手机打救护车，公公也疑惑了起来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安安睡着了，这小妮儿睡得还挺沉，怎么都叫不醒。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大声吼道：“你就那么缺钱啊？家里缺你吃缺你喝了？不是跟你说安安不用买票吗？坐个大巴能花多少钱啊？我闺女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。”公公似是没想到我会发这么大的火，这下也没了动静，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几句争吵间，救护车已经到了，女儿被抬上了担架。看着安安毫无生机的小脸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眼前渐渐浮现女儿活泼可爱的唱歌的样子，跳舞的样子，笑的样子，哭的样子，我的眼前渐渐模糊了。我狠狠地擦了擦泪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现在不好说，缺氧时间太长，箱子里又闷热，具体情况得到医院做个详细检查。我的心彻底沉下去了，泪水无声地流下。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宝贝，你千万要好好的，都是妈妈的错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心痛得像是在滴血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开始祈求神明。我双手合十，默默祈祷着，上天保佑，求上天保佑我的女儿平安。她才那么小，她还有很长的人生啊，要锁就锁我的命，别伤害我的女儿啊。我读过书，知晓这世间并无鬼神一说，但是此时此刻，心中竟无端地生出一种长跪苦求神明保佑的绝望。我的女儿被推进了急救室，这是她第2次进急救室了。有的人等到7老80了才进一次，可她才3岁就进了2次。崔天耀和公公婆婆来了，那时我已经签了1次病危通知书。怎么了？这是好好的，怎么进医院了？听着老公不温不火的话，我一下子就爆发了。怎么了？还有脸来问我？问你爸去！为了那点破钱，要害死我的女儿！我告诉你，崔天耀，要是我女儿出了什么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们一个个的都重男轻女，不喜欢我的女儿，是你们害了她，害了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你们杀了人，这是杀人未遂，我要告你们！走廊的镜子反射出我此时的样子，我披头散发，声音尖利，目光狠，说是向来索命的厉鬼也不为过。医生妙手回春，幸得神明垂怜，我的女儿没事。这件事给我心中敲响了一个大大的警钟，婆婆一家愚昧无知的思想会害了我的女儿，我得保护我的女儿。我跟崔天耀说，爸妈得搬出去。他显得非常震惊。啊，那他们去哪呀？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谁照顾他们呢？啊，我没有一丝动摇。我在西区有套房，给他们住，再找个保姆就行了。崔天耀显然很犹豫。老婆，这不大好吧？你看看爸妈都把孩子折腾成什么样了，出生的时候不让吃奶粉，把孩子饿进了急救室，现在又为了逃票，把孩子装进行李箱，又把孩子送进急救室了。你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？等你们到的时候，我病危通知书都签完了，等着你们来，我孩子早就死了。说到这些的时候，崔天耀明显心虚了，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半个字来。崔天耀，
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重男轻女呀？封建思想还挺强，你配做新时代青年吗？你睁眼看看，大清早就亡了。崔天耀，我现在发现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女儿要真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。见他仍不同意，我的火也上来了。行，他们不走，我走。说罢，我站起身来，做事要离开。哎，别，我知道了，让他们自己过日子也行。我找个好点的人照顾他们，正好我们也过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崔天耀妥协了，他笑着对我说道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脸色缓和了些。崔天耀一向很惯着我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选择义无反顾地嫁给他。爱能包容一切，我能包容他有缺陷的家庭。可是现在公公婆婆伤害到我的女儿了，我绝不能再容忍下去了。我常以为，只要老公爱我，我做的一切就都值得。直到后来，我在崔天耀的包里发现了一只耳钉。崔天耀，这是什么？我在他包里找湿巾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一只耳钉，而且是用过的，绝不可能是给我的。怎么了？崔天耀表现得很无辜，疑惑地说：“可能是谁不小心放错了地方了吧？”胡说八道，谁会放进你这种包里呀？一看就不是女孩子用的。我不依不饶。嘿，那就奇了怪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明天我去公司问问吧。来，吃饭喽。他岔开了话题。安安来看爸爸今天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崔天耀神情自若，我却心中充满警惕。晚上趁崔天耀洗澡的时候，我拿来了他的手机，一连输入了2次密码，都打不开。密码不是我的生日。那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窖。相伴7年，我为了崔天耀放弃了一切，可他却变心了。老公，我手机没电了，用你手机买个书桌呗。安安都快到上学的年纪了，我状似无意地说道。那就明天买呗。我注意到崔天耀的神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。不要，我就要今天买。我佯装无理取闹。你给不给我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崔天耀没了法子，只得给我打开手机。我接过手机，点开微信，发现又是有密码。老公，你手机密码是什么？0818。我输入进去，打不开微信。为什么是这个呀？这是我爱上你的时候。他温和地笑着。可我们不是9月份才见面的吗？我状似天真地问道。那是因为我在这之前就喜欢你了呀，只是你不知道。那时我在学校见到你的第一眼，就一见钟情了。他脸上带着我曾经最喜欢的笑容，此时却让我通体发寒，感到恶心。骗子！学校8月份还没开学呢。我把手机给他扔回去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困了，先不买了呀。夜无眠，半夜4点钟的时候，我偷偷爬起来，用他的指纹解锁了手机和微信，最上面有一个置顶。哥哥，今天那个老总一直让我喝酒，好讨厌啊！可是我又不好意思拒绝。下次我替你喝。阿耀，我今天好累啊，要一个亲亲才能好。行，亲死你。阿耀，你昨天怎么没过来呀？是不是你家那个黄脸婆一直缠着你？真够坏的。可不是吗？她哪有你年轻漂亮？听话呀，别生我的气。明天我就过去看你。耀哥，你看这个包包是不是和我的新衣服很搭呀？买给我吗？真漂亮，给你买了。过2天记得拿呀。真的吗？可是它好贵呀，只要你喜欢就值得。一条条微信记录，看得我胃里翻涌，恨恨地看向崔天耀。我一直往上翻。最早的一条是我怀孕的时期，难怪我生孩子的时候他不在，说着是忙工作，现在看来根本就是陪情人，难怪他总是不肯给孩子冲奶粉，陪孩子玩，原来是外面有人了，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崔天耀追了我3年，
又是学生会主席，我觉得他上进、浪漫又有责任感。爸爸说他心机深沉，擅长伪装。妈妈说他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。我却一心以为只是爸妈对崔天耀的偏见，说爸妈这是有门第观念和封建思想，说他们忘本，不记得自己曾经也是小门小户出身，说他们被名利场迷了，眼睛都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被迷住眼睛的人是我。那时爸爸拍着桌子说，如果我执意要嫁给崔天耀，以后就再也不要进家里的门。我梗着脖子，瞪着眼睛，不甘示弱地说，不回就不回，这种满是铜锈味的家我才不稀罕回呢。因为这场吵架，爸爸被我气得住了院，和我断绝了关系。我很担心地去医院看他，却被拒之门外。我在门口等了3天，爸妈终究是不肯见我。我对着房门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，便离开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和爸妈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我的婚礼，他们没有来；我女儿出生，他们没有来；我女儿满月，他们没有来。想到父母，我心如刀绞。丈夫的出轨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拷贝了聊天记录，将 U 盘藏包里。我要离婚。什么？崔天耀显得很震惊，婆婆听了倒是很激动。正好，反正你也生不出来孙子，倒不如赶紧离了我们家天耀，也好找个好生养的。这房子是我买的，请你们出去。什么？婆婆原本笑出褶子的脸一下子沉下去了。这是我儿子的房，要滚也是你滚，房子首付是我交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儿子可是按月还钱，户口本上可是我们老2口的名字。坏了，我把这回事忘了。当年崔天耀曾经说他们家初来乍到的，爸妈连个养老房都没有。我一听这话就大手一挥，在房产证上写上了公公婆婆的名字。现在真是悔不当初。小宁，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离婚？而且这么多年你没出去过。离了婚你去哪呢？崔天耀伪善地说道，你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，我这辈子最看不起出轨的男人。此言一出，崔天耀脸上挂不住了，原本温润的笑容变得扭曲。行行行，我看你以后去哪，你爸妈都不要你了，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。他面容狰狞，用不着你管，我要带女儿走。行啊，你以为谁愿意要这个拖油瓶？婆婆恶毒地笑了。行，我没想到的是，崔天耀也同意了。他露出一个诡诈的微笑。要了孩子就没有房子？我脸色一僵，咬着牙答应了。反正我在西区还有1套房，包括西区的。他又说，凭什么？那是我婚前财产，那你就别要孩子。他威胁我，以你现在的经济能力，法院不会判给你。我恨恨地咬了咬牙，同意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们会有报应的。崔天耀毫不在乎地笑了，还高材生呢，难道不知道世上没有鬼神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在崔天耀一家肆无忌惮的笑声中，我带着女儿离开了。我没有房子，只能租房住，房主竟是我大学同学苏丽。阿宁，怎么是你？苏丽显得很激动，随后也与我跟老公闹别扭了。我可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的情趣。我面色沉郁，他是个人渣，婚内出轨。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他在陪小三。什么？苏丽大惊失色。我要离婚了，他要了我2套房子，我也没有工作。我的声音越来越……什么？你把西区那套房子也给他了？凭什么呀？我跟你告他去。苏丽大亦和我一样是金融系，之后转专业去学法了。可是凭我现在的能力，根本要不回安安的抚养权。那你爸妈呢？他们总不可能真的不管你。我沉默了，一种幼稚的自尊心让我不肯向父母服软。再等等吧。
等我日子过得好点了，再找我爸妈，他们肯定对我失望透顶了。我不肯听他们的话，还答应和他们断绝关系。没事，你先别急呀，咱慢慢来。这房子你先住着，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来找我。我抹了抹眼泪，哽咽道：小丽，谢谢你。曾经我以为离婚后天会塌下来，可是从民政局出来的那一刻，却浑身轻松，宛若新生。既入穷巷，就要及时止损，切不可一世消磨，悔之晚矣。我是大金融系高材生，虽然3年多没工作，但总不可能真的找不到工作吧？我想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早就与社会脱节，硕士博士比比皆是，哪里还轮得上我？我没有工作经历，没有太多证书，就连老知识也快忘得一干二净。看着女儿幼嫩的小脸，我知道自己不能倒下。我进了一家公司，月薪4000，勉强温饱。后来我一步步的往上爬，过了半年升到财务部经理，月薪2万。正当我以为日子慢慢变好的时候，崔天耀出现了。小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似脱亲泪冰愧疚我吧。看着崔天耀在我面前发疯，我只觉得好笑，把墨镜一摘，你哪位？崔天耀不理会我的话，自顾自地说着。后来他和小三结婚了，也如愿生了个男孩。可是这个新媳妇可不像我这样善良软弱。婆婆又说不能把女人衣服压到男人衣服上时，这个泼辣的心腹直接说：你这种思想不适合在这里，赶紧回老家待着去。婆婆不愿放弃这里的荣华富贵，便只能忍气吞声。心腹总是让崔天耀做饭洗衣服，把婆婆气个半死，但又没办法，谁让人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呢？最终就只能婆婆自己哼哧哼哧的干活。婆婆一生气，心腹就说：我都给你生了孙子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把婆婆堵得没话说。公公依旧是那么吝啬，心腹见此就干脆不再给公公钱，嘴上说反正咱爸也不爱花钱不是吗？公公也有口难辩。婆婆做饭不熟练，有一天晚上忘了关火，大半夜把房子着了，楼上的人急急忙忙往下跑。后来这套房不能住了，他们一家搬到了我西区那套70平的小公寓，还赔了其他住户一大笔钱，把家底赔了个大半。心腹娇气，隔几天就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。我疑惑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后院着火，前院也不安生。崔天耀说了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么多年来，我娘家一直在暗地里帮他，难怪他一直顺风顺水的，升职加薪比火箭还快，就连上司老板也对他客客气气的。现在没了我爸妈的支持，他在公司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，没什么工资，沾着我爸妈的光，他什么大事难事也不干，工作能力也很差，现在自然是举步维艰。我爸妈不是早就跟我断绝关系了吗？我们根本没联系过。我心中隐隐觉得不对劲。其实结婚的时候，你爸妈来了，在最后面的一个小角落，没在前面的位置上。你生孩子的时候，你爸妈来了，握着医生的手求人家救你。孩子满月的时候，你爸妈也来了，躲着你喝了好几杯酒，高兴的脸都红。我浑身一震，我爸妈竟然在背地里做了这么多事，所以求你救救我吧。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不是人干的，我给你跪下。说罢，他竟真的跪下来了。我看着面前这个佝偻矮小的身躯，竟看不出一丝让当年我喜欢的样子。我当初可能真的是眼睛瞎了，当初我不要你的彩礼，你妈说我不值钱，怀孩子的时候还让我干活，落下了病根，再难生育。我怀着孕你出轨，孩子出生了又害我孩子。你家境不好不要紧，我陪着奋斗，我疼你爱你，
你说要创业，资金压力我撑着，创业失败了，我不怪你。进公司当小职员，我夸你前途无量。离婚了，你逼我净身出户。为了工作，我天天喝酒。孩子病了，我白天工作，晚上跑医院。后来日子好了，我天天陪着女儿逛街旅游、读书写字。离婚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失去了一个为我撑伞的人，后来才发现，我的世界本来就不下雨。我说过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会有报应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潇洒离去，终于释怀。我带着安安来看爸妈了，看着这栋熟悉的楼，我竟有些胆怯。我按响了门铃，门开了，爸妈，我低头小声说着。妈妈一把把我抱进怀里，你这孩子从小就这么倔强，从不肯服软，怎么受了委屈不回家呀？我眼眶湿了，哽咽着，妈，我以为你们再也不想见我了。傻孩子，爸妈永远爱你。爸爸的声音也颤抖了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让外公看看我们安安。哎呀，真漂亮！爸爸把安安抱起来，举得很高。安安笑得很开心。外公，外公，快让外婆看看，真可爱。妈妈笑得眯起眼睛。走走走，饭都快凉了。爸爸抱着安安进屋了。小宁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。妈妈握紧了我的手，我反握住妈妈，重重的点头。后来，我把西区的那套小公寓也买了回来，重新装修了一番，把它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小窝。安安在客厅里欢快地奔跑，笑声充满了整个空间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满是感激和满足。爸妈也搬了过来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每天下班回家，都能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爸爸则在客厅里陪着安安玩耍。这样的场景曾经在我梦中出现过无数次，如今终于实现了。崔天耀和他的新家庭依旧住在那套70平的小公寓里。据说他们经常因为琐事争吵，有时候我在电梯里遇到他们，会看到崔天耀满脸的疲惫和无奈。他看到我时，眼神中总会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我已经无法再对他产生任何感觉。我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工作努力，生活充实。在公司里，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知识，逐渐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和信任。我也开始尝试接触新的人和事物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安安突然跑到我身边，抱着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好幸福啊！”我看着她纯真无邪的笑容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是啊，我也很幸福。曾经的伤痛和挫折都已经成为了过去，现在的我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和无尽的温暖。崔天耀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他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悔意和羡慕。小宁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你。他说。我微微一笑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现在都很好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已经没有了一丝波澜。是的，我已经放下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爸妈的身体也很健康，安安也在快乐的成长。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。我开始学习烹饪和园艺，把家里的小阳台变成了一个小花园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和蔬菜。在某个周末的早晨，我在阳台上浇花时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苏丽打来的。她邀请我参加一个慈善晚会。小宁，你来吧，这个晚会很有意义的，而且你也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。她说。我想了想，答应了他的邀请。那天晚上，我穿着一件淡雅的连衣裙，化着淡妆出现在了晚会上。
晚会上的人很多，大多数都是一些成功人士和慈善家。我环顾四周，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我的前夫崔天耀。他看到我时也愣了一下，然后走了过来。小宁，你今晚很漂亮，他说。我微微一笑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。突然间，一个清脆的童声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。妈妈！安安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，扑进了我的怀里。我抱起她，亲了亲她的脸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问。是外婆带我来的。安安笑着说。外婆说今晚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。说完，她就挣脱了我的怀抱，跑去玩了。我看着她的背影笑了笑，然后转身对崔天耀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？他现在很快乐。”崔天耀点了点头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们母女俩，但是现在看到你们过得这么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他说完这句话后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情绪，但很快就释然了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环顾四周，看到了爸妈和苏丽他们正在向我招手，我走过去加入了他们。晚会结束后，我们一家人回到了家里，安安已经睡着了。我把她抱到床上，盖好被子，然后退出了房间。客厅里，爸妈正在看电视，看到我出来后，他们问：“今晚玩得开心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很开心。我说，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坐在沙发上聊天、看电视，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光。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到很满足，也很幸福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我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，因为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和一群爱我的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